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我们桃园会陈奕迅啊，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关羽的速通视频啊。虽然说啊，很多人说小狼啊，这关羽有什么好看的啊？关羽，那我小的时候，我小伙伴就能一臂通关啊，甚至呢，我知道隔壁游戏厅还有一命通关的。有什么好难的，对吧？在这里呢，不得不承认啊，关羽呢是整个游戏当中，对新手来说最友好的一个角色啊。虽然说呢，他有很多的技能都是废的，比如说他的下上手，就偏废啊，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比如说打小兵的时候呢，可以把所有的小兵先聚集到角落里面，然后压制起身，但是呢，也用处不大啊，完全可以没有这个必要。第二呢，就是他的下跳啊，也不像其他角色那么好，比如说像什么黄忠啊、赵云呐，甚至是魏延，对吧？特殊技不行，下跳不行，那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它就是他的拳脚功夫。马战也不行啊，他的拳脚功夫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普通攻击1、2。第三点，你是踹出去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踹出去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直接把人呢给这个，直接给这个踹倒，而且是一群人全部踹倒啊，对吧？这个大家伙要了解一下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要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这个1、2，然后拉住下，它就是往前扔，它是一个抛物线的扔啊。这一个扔的话呢，虽然说第一时间没有 AOE 的判定，就像这样一扔，它是砸。这个抛物线的好处呢，就是有的兵啊，他从空中会来打你。相反呢，你抛物线的话，可能就比魏延就是直着往前扔啊。这一点呢，可能魏延很多人说魏延在拳脚和这个打击的感觉上呢，跟关羽挺像，这个不假。但是呢，他俩在这方面还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拉上的话呢，就是往后扔。赵云呢，应该是反过来的啊。这里面就不说其他角色了啊。总体来讲，用关羽这个角色呢，刚才你也可以看到，全程呢也是经常挨打。第一关呢老挨打也是能理解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他选择用马战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投技比较方便，因为你会用马的话，投技方便这是很正常的吧？你就一顿突突就完事儿了啊。同时呢，再就是说，再往后的话呢，有很多地方呢是没有要用马的地方。关羽是这个样子啊，他骑马的话，特定的场合的比较有用啊，其他的地方用处不大啊。你像这个地方呢，一会儿也会有马，对吧？这个你打夏侯惇，夏侯惇就送马，老夫舍马。那关羽跟夏侯惇呢是有一战的啊，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过五关斩六将。那么这个第6将呢，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蔡阳。蔡阳呢，那就是明显的秦琪是蔡阳的这个外甥，那蔡阳呢又是跟这个夏侯惇是好友，夏侯惇呢要过来搞事情，结果呢这个懂得都懂，最后呢是被搞了啊，被这个关羽呢这个一顿这个把玩，对吧？在演义当中呢关羽呢说我不用在乎他是曹操爱将，但是其实还是要在乎的啊，因为大家伙了解关羽这个人非常忠义啊，是吧？你比如说张辽，那无论如何这个关羽都是不会伤害张辽的啊，包括夏侯惇呢，如果真伤害了夏侯惇的话，那他觉得对，刚刚对吧出来就斩人大将，我觉得关羽在这方面也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大家伙要了解这件事就好了啊。想当年斩了这个，叫什么车胄是吧？你斩了车胄。也挺嘚儿的，是不是啊？这个，所以说呢，关羽也是有成长啊，有这个人物曲线，有人物弧光的啊。那这里面呢，我们讲这里面打夏侯惇，他还是要骑马。这里面马上的血杀呢，关羽是非常特殊的啊。别人血杀是吧？这个可能是直接就血杀了，关羽呢是先一下，然后再转。这个很多人就这个这一下，到底是什么呢？这这一下他牛逼，他无敌呀。这样的话呢，就给咱们大伙很多的思考时间和容错率。有的人呢是一个血杀上来就完事儿了。你比如说你是《三国战记》，诸葛亮的血杀呢就是刷刷刷刷刷刷，对吧？赵云和关羽都是从左边一直搂到右边，也都挺好，对吧？这个张飞和马超，尤其是马超的马超这个血杀，原地来了个冰洗舞，不知道以为他是安陵容的对吧？他可能来了段冰洗舞，他瞬间就转完一圈了。其实相反，这种的他就不怎么好，因为血杀毕竟是费血的，它是给人无敌时间的。你都无敌了，时间长一点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当然呢，就是害怕有的人血杀完了之后吧，还有收招时间对吧？收招时间那就难受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的游戏你像这个恐龙快打，恐龙快打呢，它血杀之后有没有收招咱先不说，它有1秒左右的这个无敌时间
你这个无敌时间你摆在这儿，那就性价比非常高了，是不是？那有的游戏不行啊，对不对？你像《三国战记》，对吧？那不行。而且有的游戏呢是打到人了会费血，对吧？如果血杀不打到人的话是不会费血的。比如说恐龙快打。恐龙快打不打到人是不会费血的。三国志啊，咱们这个游戏三国志它也不会费血，但是呢，这个我要跟大家伙说啊，这个三国志的这个改版，这个三国志的这个三剑圣啊，就是那个草剃剑、圣剑啊，这个三剑圣这个确实是，血杀打不到人也会费血。很多人说，哎，他怎么这么这么莽啊？这么莽呢？能理解啊，他是为了打这个伤害，因为他没有什么群攻，他不像这个黄忠啊，攻击力特别强，也不像魏延呐，这个近距离可以群攻啊，这个拿这个刀去一下一下捅这个技能呢，就比关羽要实在的多啊。魏延起码呢，应该说是跟这个黄忠啊是两条不同战线的这个顶尖王者，所以在骑马这一块呢也挺好。但是可以看到啊，单挑这一块，如果只有一个 BOSS 的话，单挑这一块啊，这关羽骑马还挺厉害的呢啊，对不对？关羽骑马还真是可以。好，躲过来。所以说他不怎么费血，他也不会害怕这个 BOSS， 对吧？他只是A 两下一个头，就光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看他投技太快，而且能直接撩到身后。他没有血，他也敢这么玩，这就是高手的从容和自信，真的啊，泰然自若啊。好，再抠出来。这里面呢，高收益啊，高回报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你看这个血量也不太好掌握的。好，再揉回来 ，A 两下一摔。他为什么要往前撸一下啊？这个往前撸这一下的时候呢，是快速可以把兵和当前身下的所有的单位，比如说 BOSS 也可以，都可以把它给推翻。也就是说一下就倒，伤害不高，但是呢，起到一个快速清兵的作用啊。这个推一下是有必要的，有时候推不到呢，可以用来做安全的这个技能。当然呢，有惊而无险啊，大家伙也知道啊，这个高回报那就是高风险嘛，对吧？这个为了增加速度，所以说他只能这么选择。这样的话呢，也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啊，这并不是他玩的菜啊，他想像这种级别的高手，他想玩那就完全不用考虑的。当然这里面很多人说，那他既然这么快，他速通记录多少啊？他用了37分钟。很多人说37分钟还好意思说速通，人家 TAS 赵云都已经不到17分钟，即便是美版的，对吧？那个世界版的，它也就是18分钟啊，对吧？你这啥呀？你这37分钟。但是我想告诉你，人脑的话，最快的呢就是黄忠，黄忠的话也就是31分钟左右。很多人说，那你也差6分钟呢？一个游戏差6分钟，你咋玩啊？那你想想，那《三国战记》都可以不到27分钟通关。但是你如果用什么，比如说啊，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咱们用什么速通比较慢的，比如说你用这个关羽啊，关羽也差一点啊，关羽张辽还行，用貂蝉啊，貂蝉也还行，用普通黄忠，对吧？用马超，是吧？那你这个速通，你就感觉是有点难受啊，对不对啊？当然 TAS 除外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也会差个几分钟是很正常的啊，对不对？这你真没有办法，这确实没有办法啊，大家伙儿懂得都懂啊，对吧？赵云，对呀，你比如说速通，你赵云速通也不行，对吧？赵云的技能呢都非常慢，他适合秒杀，适合连招，但是呢，这个确实慢了一点啊。他这个慢还不是说伤害不够啊，他就是说他设计的就是这个样。你相反，你磨张飞就有一个，对吧？就有2点特别好，一个呢就是伤害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攻击呢太实在了啊，攻击距离比较长，非常好掌握。诸葛亮呢就是技能和他的这个宝物运用啊特别的猛。白黄忠也一样啊，白黄忠呢就是攻击力强，然后呢攻击的方式呢也比较顺手，同时呢也有很多吃很多的宝物啊，对吧？那缺点呢可能是血少一点。这里面的《三国志》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个人理解。好了，往前走，跟着走，一岁有2个补，对吧？简简单单啊，正常我也是这么玩的啊。37分钟真不错了啊，我实话实说的，大家伙要了解这个事儿啊。37分钟，但是呢差这么多，我们看看啊，因为关羽呢这个伤害的跟黄忠没法比，群攻的效果呢也没有赵云强啊。赵云之前我跟大家伙说了啊，32分钟，这里面说赵云没有关羽厉害吧？我反正小的时候觉得用赵云很嘚儿，不如用关羽用魏延。你这句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呢，有一个需要记住的一个点啊，这一点呢就是说，
你关羽呢是适合新手玩，它操作简单，攻击力呢也比较实在，而且呢，对吧？这个攻击的模式呢也非常适合散人去用普通的咱们的闯关游戏的这种平民经验去搞定。但难受的点呢是它群攻效果，那你靠1、2、3踢出去这一下肯定不行，然后呢1、2，然后把它扔出去的话，对吧？你要把它扔出去，然后砸人的话，那费血也没有，也很少，只有扔出去的那个目标呢，它稍微的，对吧？它稍微的这个费血多一点而已，所以说这你真没有办法啊。OK， 看看乌利亚。好，看看这边这关啊，小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因为呢，我为什么害怕这一关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地方呢不会留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已经费了半管血左右了，因为它只给你一个包子。很多人说那前面还有个大腿呢，那个大腿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箱子推过来，然后对吧一炸。到这个白河这里面，一个不小心碰见赵家五虎，外加这个举和这个上。啊，这2个兵我就很难受，我突然就不会玩了，有可能在这里呢半管血就费成1点血，然后呢上岸之后呢打曹仁这个地方呢，这个虽然说会给你一个大包子，但是呢这个包子呢也就那么点血量啊，这个符里面是，然后呢曹仁呢这个修进1管多1点血，然后呢他又会防。啊，又会防御，又会什么呢？我也不会拖兵，我赶紧把这个忍兵给打走啊！说句实在话，我挺害怕这个忍这个兵的。有的时候呢，不害怕这个什么肥啊、铁针，有的时候包括赵家五虎，但真的害怕这种空中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人姓焦，对吧？那就没有办法，是吧？阿焦，好，啊，打死之后呢会刷兵，但是呢不要紧，可以看到啊，他这个打的话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用 Y 轴来卡落地，普通攻击 A 2下，然后一个抓，然后在乌利亚的时候不做啊，这时候你做的话呢就不能打无限连了啊。这个无限连呢 ，BOSS 呢他不会反抗的啊，这个 BOSS 比较傻，但是呢主要是看小兵，没有小兵的 BOSS 它不是 BOSS 啊。我相信任何人打任何的 BOSS， 这个游戏你听我的，我说实话，就包括我在内，如果就只有一个 BOSS。就做一个 BOSS 模式单挑版，我说句实话，这个游戏简单的跟狗一样。我不敢说无伤，但是一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困难难度。实话实说的啊，包括最后所谓的最难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这个吕布啊。其实很多人觉得吕布不难，最难的是谁？是徐晃、夏侯惇什么的啊。徐晃对吧？骑个马，尤其是骑马的。但是呢，你说是那么说，真给你就那么一个 BOSS， 你把他打下来。说句实在话，你简简单单就对吧？你就别骑马就行，你就跟他干，马就跑了。你会发现他就是个懒子，对吧？而且就即便他骑马，他也没啥太大用处。这关羽1、2、3一脚踢出去，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真的就非常简单啊。好，当然呢，情况是这么个情况，没有小兵的 BOSS 那肯定不叫 BOSS， 对不对？好，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打的虽然说看起来很常规，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啊，他这个角色他的上限就是摆在这儿，他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你用这个 TAS 玩关羽，我相信能打进30分钟以内的，我相信的啊，实话实说的，他会有他特殊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像很多人都知道武器，赵云有武器专精，对吧？啊，但是关羽没有运用武器呢，他这一点也不是很好。在马上呢，他也不行。你看他这么 A 呢，就不如这个，就不如这个魏延。魏延那个捅多过瘾呐啊！那真的是老爽了。他要没有这个赵云群攻的这个能力，发挥好的上限奇高。但是呢，关羽好在下限低啊，入门门槛低，就好比玩这个王者荣耀。大家伙都知道玩王者荣耀，很多人啊，有的人玩韩信、玩露娜、玩李白，玩不明白，对吧？但是呢，就很多人说我玩个什么亚瑟，玩个妲己，对吧？也会很强啊，只要你是吧发展起来了啊，直接就给人推了，这对不对？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对吧？上手好，但是呢，由于它的下限比较高，上限低。你到这个高端局啊，或者说是那种职业，甚至是职业赛场上，有一些机制比较落后的啊，操作比较弱智的，就上不了台面了嘛，对吧？你要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把他纯加强呢就嘚儿了，你把他纯加强，那就没法玩了，大家伙能理解吧？你把他纯加强的话，那怎么玩啊？对不对？这个，那你比如说一套技能，一个技能就死了，你纯加强数值的没有意义，包括这个像什么三国杀也是。好，可以看到卡到这个曹和垛的最上方去撞，
这个撞是最好的，它是反向撞，这样的话呢，这个怪可以一直被连击。伤害呢虽然说一点不高，但是每前冲一下的时候是撞3下啊。这个时候点跳，不要点这个连跳，点连跳的话你就会转。OK， 直接撞死。卡住了之后啊，就会特别的快。这里面呢就没有角色之分了啊，贼起码都可以这么玩的啊。当当当当 ，OK， 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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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来看看1、2一摔。这个已经打到了，我认为啊，对于新手来说最难的关卡的第2个关卡。第1个关卡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白河打曹仁的那个地方，当然啊，如果纯入门级的新手的话，那第2关夏侯惇就已经嘎了。而且呢，很多人都了解，其实真的夏侯惇那关没那么难，不说错了啊，这个许褚的那关没那么难，它是夏侯惇的下一关，但是它真的比许褚简单，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它就是血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呢，就是白河，对吧？白河之后呢，就是这关。这关的话呢，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死，就是一共3条命嘛，对吧？因为你会加2条命，到这儿呢基本上就死没了。所以说基本上止步于此。而且我觉得打到这一关的关底那个桥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相信啊，已经很多人不亏这个币了。这个游戏已经玩了，按照咱们的速度的话，已经玩了得有个18、19分钟了啊，所以说也还是可以的。这个币是不亏的。但是，一般的民间高手会打到哪儿？会打到徐晃那里，啊，就是一币打到徐晃那里。我说的民间高手是那个时候真的是01年、0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的游戏厅的民间高手啊，你不能拿现在来算。然后呢，真的是民间超级高手，那就真的是可以一币通关了啊！一命不敢说，但是一币通关很稳。啊，超级高手呢都是这个城市级别的，都得是地级市，啊，甚至是省会城市。那当然了，省会城市的话，我相信啊，别说不止1个，我估计都好几10个能这么通的啊，就是每个游戏厅，只要是个超级大的游戏厅就可以了啊。OK， 接下来马上就要到卡库恩，夏侯恩的路子啊，夏侯恩的话懂得都懂。好，这个不要放他走，1、2、3，接下来追过去，然后等他往回跑，一摔。这个武器他现在不准备要捡啊。他的还是以稳为主，拿上这个武器呢，也不见得打这个肥什么铁针有多快。可以看到，哎，这个抛物线这个扔背后的目标也可以有判定，这点是关羽的强势之处啊。其他的角色就不行了。你看他抓，哎，往回扔，他往回扔的一瞬间呢，就是有兵呢在跟自己身体重叠的时候呢，可以被攻击判定到的，这点就特别的猛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拿着武器是必须的，这个坛子不用管它啊。很多人拖走了，那坛子补不吃，那么都费血了。没事，小兵会帮咱们打的。你看，一会儿小兵就会帮咱们把这打开。你看，已经看到那个大腿了吧？右上角有个大腿，那个大腿呢就会留着啊。所以说不要着急，对吧？这个小的时候咱们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呢，不了解游戏的设定，包括刚才用箱子去卡2个补也一样啊。你不了解，你没有情报。真的很难受，就好比咱们看那个《火影忍者》，情报自来也，回家水门啊，什么健康柚之类的啊。好，看看接下来 ，OK， 拿上了这个青钢剑啊，大家伙就要了解啊，青钢剑呢就非常的嚣张。这个一刀可以把人砍倒，虽然说没有元素攻击啊，但真的是一下是一下了，看，很干净利落，伤害呢又不低。那这就比这个什么好啊？比这个七星剑好一点点，比圣剑的弱一点点。圣剑呢，就是说呢，在基础的砍倒的一瞬间之后呢，给人一种有元素攻击的错觉。其实呢，就是带燃烧属性，并且呢伤害多一点。好，这被撞没掉，啊，这个运气不错。还掉了补，那如果按照我目前这个状况啊，武器没掉的话，基本上按照我现在来讲，这半管写的这个安美，我就已经通关了。你看，其实我在想，这个安明长得呀，他不像安明，他像关羽啊，凭啥他拿青龙偃月刀啊，对吧？
他虽然说拿的不是这个青龙啊，他确实拿的是大偃月刀，你看，是吧？但是呢，很多人说像不像这个3尖2刃刀？不是的，它只有2个尖儿啊。一个就安美，好，来看看这个奖励关卡啊，奖励关卡呢，这个都是玩很多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些奖励关卡。你像刚才咱们的奖励关卡呢，吃包子啊，吃大腿，最后呢谁先过关，这个也是需要技术的啊，需要背板的，它真的是一样的。看不看见他非常聪明，连 A 一下，然后呢再 A 一下的时候，2点判定都有，瞬间把2个全都打掉啊，速度很快。OK， 终于有过场动画啊，看不看见？第7关，很多人说这个游戏有多少关啊？赤壁之战1、赤壁之战2，还有华容道，也就是说一共有9关。但是这9关呢，其中包含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关卡，比如说3美那算是关吗？其实也是算的。然后包括那个长坂坡，长坂坡呢有上有下，但它不是那么写。一个是长坂坡打到井那个位置上，然后呢这个糜夫人呢跳井。跳完井之后呢，咱们又对吧？咱们又这个看到了这个从这个井边走，算是另外一个关卡。但事实上呢，感觉剧情是连贯的啊。无论怎么样呢，咱们感觉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经典。其实这个视频呢，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教程。它虽然说是奔着速度使劲儿，也就是说咱们作为高手，他也没有说像咱们玩的啊，那么好像看的那么稳啊。人家为了速度，有的时候会冒一定的风险，这就跟咱们某些玩家一样。你像我的性格就是莽，就是干，我容不得半点的龟。我说我玩着玩着，我说我就不服了，我总感觉我能够这个比如说这哥们跳过来打我，我觉得我这个技能能克他，我老是这么想的。很多人玩拳皇啊，玩97啊，玩格斗游戏啊，或者玩什么王者荣耀、英雄联盟也都一样，都是有幻觉。比如说我能反杀，对吧？其实呢，街机游戏更锻炼人的耐力，因为大伙儿了解啊，街机游戏呢数值是比较好计算的。对吧？但是呢，因为你更好计算，所以说敌方的 BOSS 的血量是摆在那儿啊，他就是那点血。相反，你知道了他那点血，那你就了解了吧，对吧？不好打，对吧？不好打，你的数值不可能会因为你的装备去变化。你相反有很多 MOBA 游戏呢，它就比较简单了，它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说，对吧？随随便便的说我这个准备这个怎么样啊？就是说我现在能反杀，我为什么能反杀呢？我的数值摆在这儿。对吧？我的攻击，我看他出什么装备，我脑海里大体上我就知道，我这一套招能不能把他秒了，对不对？大伙儿能理解啊，对吧？这个包括呢，我可以随机应变换点装备。街机游戏就没有办法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啊。你《三国战记》啊，就算不错的了。那再有的就是，比较玄幻一点的，什么《龙与地下城》系列的，那也一样。其实也就是说，像什么《西游释厄传》什么的啊，他克什么的啊，什么他怕火，他怕冰。那也就这样了，再就没啥了，那就是情报的威力了，对吧？你像这个玩这个王者荣耀啊，可能也算是一个小全民游戏吧，我也玩了啊。那王者荣耀就比较简单了，那它真的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就是说我就正常这个计算这个装备的属性，计算我人物的属性，对吧？我技能的克制，包括他队友在哪儿，视野在哪儿。像这个一样，玩街机游戏其实可以锻炼的啊！我相信每一个玩街机游戏的高手，包括格斗，包括闯关，玩这个其他的这种对抗类型的游戏都不弱。但是有一个缺点啊，我觉得街机游戏主要是练性格，性格才是最重要的。OK， 吃圣剑，很多人说怎么那么不着急啊？现在才去吃啊？这个万一没了怎么办啊？你不吃它是不会跳剧情的啊，但它是也会跳，但是它不会那么快跳，反正时间肯定是够。好。你看这个圣剑啊，这砍一刀这就不一样了，对吧？同样是脆生生的一下砍倒，但它的伤害就摆在这儿。堵角落的时候啊，拿上武器堵角落，不要紧贴着这个墙，你站在离墙外面一点，像他这个样子啊，对吧？你紧贴着墙的话呢，就不是那么好，你要留一点缝隙，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OK， 看看，你就这么简单一个 BOSS。张辽这里我经常翻车，也经常就是像他这个样子啊。这个小兵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对我再产生任何的威胁，这个 BOSS 也不会对我有威胁。他远距离虽然说能撇飞刀，但他起来之后不会。而且呢，有的 BOSS 呢是可以防住你的攻击，但是他防不住武器。
对吧？所以说，想当年很多人说这个游戏啊有各种禁的玩法，比如说禁血杀、禁血、禁武器。很多人说，哎呀，禁武器太简单了，我也能玩，因为我根本不用武器。说的没错，但是呢，用了武器确实也简单了点。你像刚才这个地方呢，完全简单了啊。不过呢，对于绝顶高手，即便没有武器，我说句实话啊，即便没有武器，打张辽也跟玩一样，真的啊。好，看看。这边这个地图也是我比较害怕的啊，因为这关呢很多人都了解啊，是所有民间高手的翻车关。这一关呢有可能啊都会死2条命的，因为比如说我吧，我玩普通难度，在这里呢，我最好的成绩是一命过这关。这是我最好的，我也不知道那天发挥的为什么这么好。当然了，我先说一遍是普通难度啊。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必死1命，这是必须的，有可能会死2命。比如说我运气好了，在安明那地方没死，然后张辽呢也不叫运气好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张辽那关肯定是要比那个安明那一关啊要简单的。这个相信大家伙自有公论啊。然后呢，这个我玩到这个张辽过了之后，我都没死。我玩这一关一个不小心我就飘了，我就没有耐心了。这关呢，为什么说我没有耐心？很多人说，那你不能有点耐心吗？为什么你对吧？你大不了你就死1条命吧，为什么有时候会死2条命呢？其实吧，这关呢真的是欲速则不达呀。这一关呢，我经常有的时候我为了让自己稳一点、归一点，我经常还没有看到 BOSS， 这个游戏就倒计时了。我有的时候死第2条命是对吧？很多人说是咋的？就是有的时候玩着玩着，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玩的是挺好，没死命，结果呢时间到了死命了。所以说呢，我想打的奔放点，结果越奔放越死命，甚至有的时候死2条啊。比如说一会儿这个斜坡这儿我就死1条，哎呀，有的时候刚才那儿我就死1条，斜坡这儿死1条，然后呢这个赵家五虎那儿对吧死1条，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死1条，就是说不是在这儿死就是在那儿死啊。OK， 看看回头砍，哎，这一看远距离一顿突突啊，摔过来一扔，乌鸦，他这个为乌，他这个乌鸦跟乌利亚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啊，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意思啊。好，摔一下，这个终于是用到这个技能了。如果把所有的小兵全往回扔，对吧？然后起身下上，这个技能虽然说是有点用处的啊，但是用处也不是很大。你像这个铁针扔过来，只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点用处。哎，你看挨打了吧？没办法，发招也慢，收招也慢，很难受啊。所以说这个技能呢，用一用确实能提高咱们的这个通关速度，但也就那么回事了。勾引下来，摔一下，赵申。申这个名字牛逼啊！好，嘟，好提过来，有机关，然后上方有那个猪，你一直往前跳就行，或者从最上方走也可以。猪先不要着急吃啊，这边先把赵家五虎打掉，因为你现在呢血量吃的有点浪费，啥时候吃都一样。打的剩最后一只赵家五虎的时候呢，再去吃也无所谓的。OK。OK， 这一顿摔啊，这打的血量不多啊，其实就指望这个摔这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骑马的话可以直接摔啊。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啊，扔这个投技，要不然就是把人抓到了之后扔，这样的话你就要走到他身边去抓他，这个其实挺难的啊，你就是需要你去走，或者兵走到你身上。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像打着打着，通过方向键它就可以扔，如果你不拉上或者不拉下。只拉左右方向的话，那么它就是一脚踹出去啊。但是你扔的话呢，你既然扔出去了，那就一定会是吧？这个有这个好的伤害。
但是呢，一脚踹出去的第一时间可以产生一个 AOE 的直线，挺好的。但是呢，你要是扔的话呢，可能速度就慢一点。但这里面呢，跟你说啊，为什么骑马呢？骑马就可以真的可以直接扔，它不用说非得 A 2下再扔，它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扔的啊。好的，一顿 A。这敲的全都是那个小鸭子，看不看见？全都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个鸭子，那个小鸟，也就是这小鸟和鸭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配音。我感觉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带鸟的关啊，就特别搞笑啊。比如说那个阿鲁巴之王啊，阿鲁巴之王，这个先有汤姆后有天，这个叫什么什么披大素日神仙什么的啊，我有点忘了啊。小鸟和小鸭子的那个感觉特别好。最狠的是买了一个小鸭子当礼物。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dear pussycat， 对吧？好，打掉往回走，这样的话马头虽然说露出来了，但是呢，因为屏幕里面没有马，哎，它过去之后应该也骑不回来了吧？看看。现在是没有徐晃，但是不着急，打掉。这徐晃被卡在那儿了，这里面不着急啊，等刷兵，那徐晃会出来，这时候马就卡没了。很多人说这时候为啥不骑马？骑马啊，真的打这个忍兵不好打，真是这样的。但是黄忠呢，黄忠也不好打，但是呢，黄忠可以打。黄忠呢打呢就是套路性的玩法，你飞过来我就血杀，我是。方案里面就是要费这个血的。黄忠呢，不光是你飞过来，包括肥啊，什么三美，你撇飞刀、撇雷，那你必须对吧？流星锤的，你必须要血杀的。他的方案是这样的，但关羽可能就不行，因为关羽呢，他只能骑上马了，也只能近距离去肉搏。而这个黄忠呢，可以远距离射箭，单跳的话是远箭啊，不能把人射倒，但是非常远。然后呢，组合箭呢，也是通过连发，也非常简单啊。无量，好，噔，感觉有这个弓箭兵在后面兜底啊，这个游戏难度瞬间变低了。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怎么玩，但是不知道怎么玩，就是说知道又不知道，就好比很多人都知道啊，人生对吧？这个人生，你只要努力了，就一定比现在要好，啊，当然不是那种盲目的努力，也不是说反向努力，啊，对吧？对吧？但是比如说你减肥，我就要努力吃，那反向努力那肯定不行啊，对吧？那都懂的都懂。好，赶紧打碎，赶紧吃，然后马上过图，草踢剑要登场了啊，对吧？对吧？这个咱不能说努力一定会成功，但一定会比现在好。至少呢，咱们是有心理反馈的，是吧？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游戏我不敢说别的啊，中奖之下必有勇夫。即便像我这么脑残的人，我玩这个游戏，我现在都已经练到有机会冲击普通难度一命通关，有机会的。我估计我卯足了劲儿练个半个月，我铁能的，但是不敢说把，对吧？主要就是修性格，还用套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对不对？大伙能理解吧？这就好比很多人说，你看啊，刘邦手底下那么多人啊，萧何呀，什么又樊哙呀，又什么这个什么又夏侯婴啊，各种啊，这个什么的啊，就这些人，为什么跟他一起从他这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乡村里面，为什么这么多卧龙凤雏，对吧？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对吧？能产生你们两位啊，卧龙凤雏，对吧？这个就是说啥呢？其实呢，就是什么样的人一起做什么事儿，大伙儿真一起在做的话，只要这个人他情商不低，对吧？只要他确实一直跟着学习，一般是大差不差的啊，对吧？当然呢，也是要有一定的天赋啊。你比如说，你像张良、韩信，那就纯是天赋了，那是万中无一的。但是呢，这种人呢，尤其是像韩信呢，在性格上呢，可能就会有问题，他就不如一个。对吧？从小是流氓的这个刘邦，对不对？咱这里也不是说讲历史啊，学历史呢可以对吧？明理，对吧？为什么要明理呢？对吧？这个历史有很多人呢给咱们做过了前车之鉴。这个人呢，他是好人坏人，咱们姑且不提，但是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最终这个事儿呢发展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咱们心里都清楚，对吧？这个就不用多解释。就是玩这个游戏也一样啊。
当然，这个游戏呢，你说你让我玩好，让我练到困难难度一命通关，能不能？也能，我相信是能，真的啊，个把月啊，对吧？3、5个月，我估计是天天啥也不干就研究这个，对吧？然后呢，寻师拜友，找一些这样的高手，看看他的录像，对吧？然后呢，讲一讲怎么操作啊，他这个操作怎么来的？你专门去问这个高手啊，采访一下，说，哎，那个兄弟啊，你看你这个手法是怎么整的？能不能教教我，是吧？等等的，是不是？那你肯定能行的，但是有这个必要吗？可能没有这个必要，对吧？就像现在很多人说，我现在一个17、18的小孩，我想练97，我能不能练成灰 K 那样？我告诉你，你能练得比灰 K 还好，当然你有一定天赋的情况下啊，就是说反应速度啊，还有这个对游戏的热爱啊，都算得上。但是呢，游戏的热爱是最关键的。你说你练成老 K 那样又是什么用呢？对吧？你没有个3、5年的苦练，你练不出来，对吧？你不像老 K 可能他练了几十年，不如你3、5年，真的不如的，相信我，因为他反应速度啊，还有他的状态不在巅峰，对吧？这个包括很多体育项目，大家伙都了解，包括中国象棋、纯智力啊、象棋啊、围棋啊，都是有巅峰状态的，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那在这里呢，我只能说，那他没有办法，他练97有啥用啊？真没有用啊！他练97说难听点，不如练王者荣耀了，那只能这么说了，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哎，你看又给一个大鱼，那这个运气是真的好啊，虽然说用处不是特别大。好，摔过来，这里面呢，刚才我也讲解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狼啊解说这种中长篇的视频呢，大多数呢都是在陪大伙儿唠嗑，在聊天儿，对吧？这个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解说，还有一种就是精简的，比如说把这个一些关键点给大伙儿剪出来，这样行不行呢？行，符合现在的这个生态。但是呢，可能不够催眠吧。反正在这里呢，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系列玄黄，但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然后呢，现实中有很多的事儿让我很焦头烂额，没有办法呢，静下心来呢去钻研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下一篇这个猴子的这个肯定会做。大伙儿不要着急啊，这个有机会给大伙儿做的啊。好，摔过来一扔，很多人说那现在是不是通关了啊？现在用了37分钟不到。但是要过这个剧情还要读分，最后呢选择放跑曹操，他才可以的，算上前面的这个片头，然后加这个投币选人什么之类的。好，逃走，这是正常通关啊，37分钟啊，这个没办法，这个角色受限在这儿，能不能发挥的更好？能 ，TAS 的话能不能更快？能不能到30分钟以内？能，但是你要知道 TAS 的赵云，人家可是到了20分钟以内，甚至是17分钟以内。那更不一样了，差距太大了。OK， 那这就是来自于桃园会陈奕迅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三国志2》的关羽通关记录，真的是记录，平台记录。虽然说不是很极限，但是很对吧？也没有那么多人挑战。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希望大家伙多多点赞、关注、转发、评论，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